大家好，我是子讯。上2个星期最后一个准备 final 夜晚，就突然发现我的频道突破10,000订阅啦！ OK， 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还有支持，所以就从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收集了大家的疑问来进行今天的 Q&A 啦。那么不过有一半的疑问呢，都是在问怎样申请 NUS 的，所以呢就做这支影片去 check out 一下。那么今天就只来回答一些比较特别的、比较 special 的问题呀。Let's go！ 首先第一个，很多人问的，我的身高 Are you really 180？这个呢，我先讲一下对不起啊，是因为我之前在 Instagram 的 Q&A 我就开玩笑说180，是因为我想要留到一个特别机会再跟你们讲我身高的故事。就是一直以来呢，很多人都以为我很高，然后其实每一年量啊，中学每一年都是160嘛。不过他们就是不相信 ，but 就是因为 MCO， 然后我就每天在家一直吃，无时无刻都在吃。然后在6月来新加坡前需要 medical report， 我去做一个 medical check up， 发现到我长高了4cm， 所以现在是164cm哦。去了新加坡读书会时常想家吗？其实还好，不会讲时常，只是可能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个人的时候就可能会用。然后因为我觉得槟城虽然想念，可是它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，是一个我的 comfort zone，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去外面啊，去外面看世界这样子。那么现在我就在完成这当时的心愿嘛，所以没有什么好埋怨的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很庆幸，就是因为很多大学生，好像比如中国，他们就回不到自己的大学去上实习和去体验不到那种大学生活，所以我自己的话，我很感恩，很 appreciate 哦。第4题，你有多高？有没有男朋友？164，目前单身。你和初恋为什么会在一起？哈哈哈哈！年少无知哦，因为我这个人很容易被那些我没有的特质去吸引，比如我的音乐还有运动没有那么强，所以呢，如果对方是这个方面 expert 的话，我就会很容易被吸引啊，被惊艳到。然后所以几乎我每一任都是这样的类型啦。Then 像初恋的话，就是一个dancer，然后因为我是舞池来的。Then 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心动、感动的人，所以我来新加坡呢，我朋友里面全部 research 啊，最多的就是第一个照顾好自己，接下来就是不要被男生骗，接下来这个有点多，理想对象的条件。我对另一半或许会有很多的想象吧，然后心里也会立志很多条件啊。不过每一次几乎都没有中到一个的，就是到时候还是凭感觉吧。那么如果要讲条件的话，以目前来说，最基本一定要我就是上进心，然后负责任，还有三观相合，然后可以成为彼此的动力那种的，一起去成长。然后不是那种互相打动对方啊，然后也不是那种到最后你跟我讲什么哦 sorry 我们不配，我分手吧那种，然后也不要遇到渣男哦。谈过恋爱吗？分享最尴尬的经历，这个我犹豫了很久，你到底要不要讲？因为就是很尴尬，很丢脸。然后我有问我的朋友，然后他讲说你就讲吧，因为很好笑。最近发生的就是有一天我洗了很多衣服，然后包括被单、床单那些，然后我就要拿去晒嘛。那当我摊开，我就铺开那个床单在外面 outdoor 要晒的时候，然后原来我中间 mix 到一个底裤，然后它就飞下去，我就吓到，它就飞下去下面的龙岗，下去1楼，我这个是2楼，然后那个1楼刚好那个龙岗外面的那个房间是一个男生的房间，然后他没有关门的，然后而且很多人在那边聊天，他们就看到了那个过程，那个底裤飞下来那个过程，我真的尴尬到要死，然后我真是那个当下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做，我应该要下去吗还是什么，我真的很丢脸。然后到最后，因为我就是犹豫了几秒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个女生在下面，她就想说，怎么办呢？我是不是应该拿上去给资讯？因为她知道我在晒衣服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，让人家拿也是不能嘛，这样的东西，我就拿我的那个 laundry bag 那个大哥晒衣服，我就抛下去，然后快点丢进去，然后快点想要走掉，然后那些男生还有在那边讲说，我觉得。你应该要洗过多一次，因为我看过这个水沟很多次，就是很多泥土、很多塑料是很肮脏，然后他们就有讲到一些，我就哎呦很尴尬，我当然会洗过了，哎呦，而且那一个是一个冰色的底裤。喜欢的 YouTuber Top 5 Favorite YouTuber， 这个说实话，其实我有几个喜欢的频道，可是没有到 favorite 那些，因为我是今年才真正认真开始有在看 YouTube 那些，然后我也是没有什么看那种学习或生活的影片的，所以我可能我的影片就没有拍到这样好。Then 如果要说到 favorite 的话，我最近最常看的一个频道。就是它让我明白为什么观众会等一个 YouTuber 上影片，以前我真的没有这种体验的。然后 OK， 那个频道叫做新闻报报看，就是一个谈政治啊、谈时事的一个频道啊，一个大马的。
我就发现到他是用非常幽默搞笑的方式去跟我们谈那些政治新闻的，然后也会用那些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去反讽，还会谈那些别的 YouTuber 不敢谈的事情。然后有些呢，我们也是会了解到我们的马来同胞在想什么，就可以减少彼此族群的误会哦。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促进大马年轻人关心政治的一个方式哦。然后我也会一直去看回他们以前发布的影片，还有呢，几乎都会看完了。到现在他一天没有发影片，我也会知道了。那么就是会有更好的制作吧。那么我觉得他们破100K、200K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啦。Next，how did you learn to edit？ 我中学的时候是来自学生记者社的，然后也是有加入 Astro 线包包看，他们就会教我们用 Final Cut Pro 剪辑那些。然后不过我是比较走播路线的那时候 ，then 我也是就是几年没有去动那些剪辑的东西，是到了高2的时候，为了帮我的班剪一个家长热的影片吧，就是我频道第一个影片一个处女作，然后我就自己去上网 YouTube 学了，去 YouTube 学那些 Premiere Pro 剪辑，然后用到现在哟。虽然剪影片真的是很耗时间、很耗精神，尤其是 Subtitle 双语 Subtitle， 不过每次看到那个成品出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心血，我就会觉得都值得了，然后很感恩每一次自己的坚持，才有了一次一次作品的诞生。那么也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多留言，不管你们什么 emoji 都好，这样子 YouTube 爸爸才会把我的影片推广出去啊！拜托你们啊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，你有考虑拍沙地维密的视频吗？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问的。目前我是还没这个打算，因为我看网上看有那些很多拍都是那种很高颜值的人啊，那些欧巴什么，所以我拍话我真的是不懂有没有人会看哦。然后在高中的成绩是全级前10内吗？在我初1的时候，我记得是50这样子，第一次是50多这样子，然后到了初3年尾开始，初3最后一次考试到高3这4年吧，就是每一次是全级第1哦。你觉得 SPM 的马来文和英文会不会很难呢？我个人觉得不会太难，因为我自己呢对 SPM 的 format 还有 technique 是没有什么了解的，因为我是零的嘛，然后我们就不像 KL 那边有些读中会强制性要考 SPM 的，所以我们都是很 chill， 然后也没有什么读，就是没有准备了。然后爸爸妈妈也是前几年就是认定我会 feel 马来文和英文那些这样子哦，然后他们就一直叫我去补习啊那些，然后我也是没有太去读什么公萨萨 English 什么也没有去读，然后到最后很 surprise 的就是在成绩出那一天就是有 A 有2个都是 A， 也不是马来文 A 减，所以爸爸妈妈就吓到，然后所以我觉得语言这个事情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来的，然后基础很重要。可是如果你的基础不稳或是基础不好的话，也不用紧，只要趁早开始就好，永远不会太迟的。统考要到了，很慌张怎么办？有一定的压力是好事来的。我考试最怕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。所以呢，其实就算现在统考到了，也不要慌张，保持那个平常心就好。要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类型的读书方式，因为现在到了高3，你应该已经大概摸索到自己的那一套了。然后，比如上次我统考前呢，就很多人会一直传讲说，去年文章第1呢，就是读书读到4点啊，然后6点再去上学。所以我就很怕自己是不是准备到不够，自己是不是很没有准备，所以我这样去学4点6点。结果坚持了2天就放弃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最适合的那一套模式。然后呢，不要一味的去模仿别人，只要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，每一天进步多一点点，每一天多巩固多一点点。最好做一个 checklist 去监督自己，去督促自己，好像哪一个部分是很弱的，需要加强，每一个 list 出来，然后自己的进度到哪里。怎样培养在众多人面前自信的讲话，以及做 presentation 的勇气？这个以前我也是很害怕的，只要是 public 的话，我都很害怕，就是很害怕别人看着，很害怕看到评审的眼睛、eye contact 那些，然后我就会全身发抖啊，然后在家练习的全部都发挥不到。那么呢，我只敢面对一个东西，就是 camera， 就是我的镜头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生物，所以我就敢对着它讲话。然后我就从这个，我比较奇怪啊，我的经历是从 camera慢慢练习开始的，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就是像你爸爸看的，所以我就从这个 camera 练习做主播开始，到了高1才真正克服，就是因为我参加那个辩论比赛，那个是我真的第一次发挥到好像在家练习到这样子，所以对于我来讲哦，我就是觉得要多练习多 practice 哦，因为当你多练习之后，你才有那个足够的信心，到了当天哦，你上台的时候，你才能豁出去，不理旁人的眼光，因为你已经够信心了。
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那些讲话讲到很有力、很顶的人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是非常的紧张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自信这个事情呢，是可以慢慢去训练的。没有自信就装作自信，直到自信。这个是一个带着害怕去前行的过程。如何保持学习的动力？其实我中学的时候，我觉得会比较更加有动力吧，因为那时候我要的东西很多，比如最重要就是 full scholarship 啦，所以我就会有时候有教育奖的时候我就会去，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，问那些大学怎样才能有拿到那个 full scholarship 呢？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讲说你要几个 A 啊，什么成绩，比如讲说3位 University 是统考8A 关 A 多就没有了，所以那时候就是会激励到我咯。我每次去回来我就觉得自己需要努力去进步了，然后就是会有一种被 refresh 被充电到的感觉，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方式啦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就是我会去想，如果我今年排名靠前几名的话，我认为可以拿到多少奖励金呢？好像学校的奖励金啊，或者是校外就是外面机构的奖励金啊。然后统考最后的统考，如果考几个 A 的话，考到10大可以拿到多少钱呢？还有当然就是最后的大钱啊，就是那种 full scholarship 还有生活费那些。到大学的时候，我会跟自己讲，不要假装努力，因为结局不会陪你演戏。很多时候没有动力，不想去做的时候，是因为自己不够渴望。那么你就要问你自己，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想要，还是你其实没有很想要？问回你自己，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能达到那些目标，不过就是少了开始的那个行动，因为人都是爱犯贱的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迈开手、迈开脚去做。当你觉得很难的时候，是因为你在走这上坡路，这是好事来的。当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，没有人不努力。所以我们要做呢，就像是易烊千玺所说的，就是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标准，还有自己的审美。因为很可能你做这样子，你觉得已经很努力很够了，可能只是更高标准的人他完成的几%而已。就好像有一些人是考试前才去做笔记啊，去背去记东西的。不过呢，这些东西很可能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他前几个月、前几个星期已经完成的事情了。那现在还已经进入一个巩固、去 refresh 一个阶段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去提升自己的标准，才不会一直停留在原地。所以今天的 Q&A 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你的问题没有被选到的话，很可能都是撞上我之后可能要拍的主题的，所以不要担心。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啦！离开前别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多多留言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